這頭老黃牛已經瘦成了皮包骨頭，但他還是奮力地拉動着牛車，在繁忙的道路上緩緩前行。天空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，骨瘦如柴的老黄牛引起了路人的圍觀。他馱着2位耄耋老人，穿過擁擠的人群，來到縣里的人民醫院。老爺爺心疼老黄牛，把他拴在偏僻的停車場一角，還細心地為他蓋上了雨披。然而，老爺爺虽然把老黃牛照顧得不錯，可他卻照顧不好自己的身體。夜以继日的勞作讓老爺爺患上了嚴重的高血壓，醫生告訴他必須休息一段時間，否則很可能會中風，甚至是心肌梗塞。老爺爺默不作聲，心裡根本沒把醫生的話當做一回事兒。得了高血压可能會死，可要是讓他閒着，卻比死還難受。第二天，老爺爺又帶着老黃牛來到田裡，春天種下的辣椒已經成熟，需要及時採摘。不料辣椒樹因為沒有打過農藥，摘下來的全是斑點，品質很差。老奶奶看着隔壁鄰居年年都能大豐收，心裡很不是滋味。她質問老爺爺是牛重要還是收成重要，可老爺爺想都沒想就說當然是牛重要。這天老黄牛打翻了糧食，老爺爺特別生氣，用棍子抽打他的腦袋。老黄牛也知道自己做錯了事，並沒有反抗，只是不停地躲閃。然而教训完老黄牛，老爺爷就後悔了。他轻抚着老黄牛稀疏的毛髮，又摸了摸老黄牛瘦弱的脊梁，有些自責地低下了頭。很快秋收的時候到了，老黄牛在田埂上悠闲地吃草，老爺爺和老奶奶在地裡彎着腰忙碌。这片田很大，照他們的速度得3、4天才能全部收割完。突然遠處傳來轟鳴聲，吸引了老兩口的注意。原來鄰居看他们太勞累，開了機器來幫忙，成片的水稻很快就被收割殆盡。老爺爺和老黃牛坐在田埂上，默默地注視着這一幕，心裡卻怎麼都高興不起來。老爺爺固執地說，用機器收割的大米不好吃，必須得用手割出來的，吃着才香。然而老奶奶心裡清楚，老爺爺這麼說只是不想自己被社會淘汰罷了。等稻子收割完，他們趕緊打包裝袋，寫好地址，隨後又抬上牛車，準備拉到鎮上的郵局。忙碌了1年，這是老奶奶最開心的時候，給兒女們寄去親手種的糧食是她最惦記的大事。到了晚上，老爺爺守在灶旁為老黃牛煮飼料，他用力提着大桶，想讓老黃牛趁熱吃點，可是一不小心，老黃牛看在眼裡，心疼極了。秋去冬來，天氣一天比一天冷。老爺爺帶上老黃牛出門收集過冬用的柴火，他爬上山坡，艱難地拾取着枯木。這一刻，老黃牛多麼希望自己能長出手腳，好為主人分擔一些辛勞。回家了，老爺爺把大部分的柴都背在自己身上，牛車裡只是象徵性地放了一點。老爺爺杵着拐杖，偷偷地看了一眼身邊的老夥計，心裡百感交集。時間是一把沉重的擔子，壓塌了老黃牛的背，也壓彎了老頭的腰。不久，老黃牛終於走到了生命的盡頭。整整3天，他癱在地上不吃不喝，而老爺爺也在他身邊守了整整3天。他蹲在老黃牛面前，深情地望着這個陪伴了自己40年的老夥計，大悲失聲。此時此刻，眼淚已無法承載老爺爺內心的哀痛，他只是不住地顫抖着。最終，老黃牛還是走了。這些幾個冬天都燒不完的柴火，是他為這個家留下的最後的溫柔。老爺爺把老黃牛葬在了操勞了一輩子的田裡，又倒上1整瓶米酒為他送行。冬去春來，老黃牛的墳頭上開出花朵，而老爺爺卻變得更老了。他總是把牛鈴帶在身上，一個人的時候就拿出來輕輕搖晃，清脆的鈴聲在這片蒼老的土地上空響回盪，吟唱着這個老人心頭那一抹揮之不去的憂傷。